寂静的夜晚，独居男孩家的门铃突然响起。他打开门一看，外面空无一人。可他刚转过身，大门却突然关闭，家里瞬间陷入黑暗。他吓坏了，急忙点燃蜡烛，躲进了地下室。屋外又传来声响，他一个踉跄从楼梯跌落下去，手中的蜡烛落在地上，瞬间点燃了地下室。伴随着一声爆炸，男孩失去性命。30年后，一个男人来到被烧毁的房屋，他雇人将房屋重新装修一番。刚进门就看见有一个地下室，工人告诉他门被卡死，到时候可以把门封住，就当地下室不存在。可他不想浪费任何一块地方，顺手拿起撬棍准备破门，结果门没撬开手，却被划出一道口子。工人十分无语，带着他去医院包扎。两人前脚刚走，地上血液就汇聚成一条线，缓缓流向门把手。下一秒，血液消失，地下室的门自动打开。5天后的夜晚，一帮小年轻来到老房子，小黑熟练地输入密码打开房门。原来他是装修工人的儿子，从父亲口中得知男人明天才会搬进来，于是他决定好好利用一下，在这里举办一个派对。几人刚拿出音响设备，灯光就突然熄灭。小黑猜测是跳闸了，只要找到电箱就行。看着缓缓打开的地下室门，小黑决定借着手机微弱的灯光下去寻找。突然他看到一张人脸出现在眼前，吓得他立马扔掉了手机。见半天没有动静，他捡起手机一照，原来是张人脸面具。往下看去，发现了一个拍立得。这时地下室的门突然关闭，外面的同伴怎么也打不开，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。关键时刻，小黑一把推开大门，顺便给2位同伴拍了照。房里的灯光再次亮起，几人没有多想，来到客厅开始布置。1个小时后，同学们陆续到场，气氛还没开始活跃，男人就冲了进来，扬言要报警抓走他们。同学们立刻开溜，卷妹跑着跑着，眼前突然出现一个人影，她以为是派对上的某位同学，开口问了2句，对方一动不动，也不回答她的问题。她自觉无趣，只能换个方向继续跑，直至那个身影再次出现，她被吓坏了，尖叫着转身就跑，结果和对方打了个照面。只见男孩嘶吼一声，身体瞬间被火焰包围，他被吓得滚下山坡。不等他缓过劲来，一只手突然搭在他的肩上，他连忙大声尖叫。好在出现的是小黑，2人搀扶着离开树林。隔天，小黑拿出昨晚拍摄的照片，其中一张竟然是卷妹在树林中经过的模样，另一张是好友马格吃东西噎住的画面。这是什么鬼？难道那个拍立得可以预告人的死亡？想到这里，他起身去找马格。此时马格正准备买吃的，走廊上突然出现一个人影。就在马格探头查看时，售卖机开始自己运行，马格顺手拿起就吃，并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帮助。不等对方回答，下课铃就响了起来。马格没放在心上，刚准备离开，就觉得呼吸很不顺畅。这时小黑赶了过来，知道马格包里有肾上腺素，一针下去救回马格。可他却高兴不起来，拿出照片一看，马格和上面的神态简直如出一辙。他立刻找上卷毛，把事情告诉对方，并拿出照片让卷毛查看。谁知照片居然变成了空白的，卷毛不以为然，拿起相机给他拍了一张，这可把他吓坏了。照片上的他穿着橄榄球服躺在地上，他越看越害怕，因为不久后他就要参加橄榄球比赛。这时马格走了过来，他又把情况告诉马格。马格觉得他想的太多，自己呼吸不顺只是因为选错了零食，他的话马格一句也不相信。晚上回到家，他拿起锤子将拍立得砸了个稀巴烂，然后把拍立得和照片一起烧毁。橄榄球比赛很快到来，上半场小黑发挥非常稳定，中场休息时他打开衣柜，拍立得完好无损的放在里面，他直接傻眼，恍惚中被队友拖进赛场。等他回过神来想要换人，比赛已经开始，他只能硬着头皮上。就在他喊裁判暂停时，裁判突然一声怒吼，脸被大火烧毁，就连比赛现场都燃起了熊熊大火，橄榄球粘在手上甩不掉，队友都变成带火的怪物，他只能抱着球不停地狂奔。场下的观众不明所以，只有一个女人好像了解真相，大喊着暂停比赛。场上的小黑被怪物追上，一不小心摔倒在地。当父母赶到时，他的胳膊已经骨折，幸运的是保住了性命。这时发现不对劲的女人将黑爸喊出病房，认为是他回来了，他来找他们报仇。小黑的事只是个开始。另一边，男人听到屋外传来动静，结果被烧死的男孩出现，直接进入他的身体里，随即他露出诡异的笑容。时间回到小黑举办派对当晚，他的同学伊莎在学校一直是隐形人，为了引起同学们的关注，伊莎拿出压箱底的礼服去参加派对，可还是被当成隐形人。去旁边平复心情时，地下室的门突然自动打开，还有人不断喊他的名字。他循着声音走下去，一眼就看中了那个人脸面具，在面具的蛊惑下，他轻轻地戴在脸上。从地下室出来，他倍感自信，迈着6亲不认的步伐在现场转悠，瞬间成为全场焦点。派对结束后，他费了好大劲摘下面具，躺在床上回忆派对上的美好，不禁露出笑容。一旁的面具仿佛受到他的感染，也露出笑容。从此以后，他便爱上了这个面具，去哪都要戴上。另一边，小黑修复好后来到学校上课，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去找伊莎索要比赛当天的录像。在他的请求下，2人来到录影棚。
比赛当天的视频里，人们都很正常。伊莎刚走出摄影棚，就看到同学抱着她的无人机从屋顶跳了下来。事情很快闹到老师面前，经过调解，同学打算道歉了事。伊莎本想接受，包里的面具却突然开口，让伊莎不要轻易原谅同学。老师也觉得同学的做法不对，除了道歉以外，应该做出相应的赔偿。无奈之下，同学只能提出分期付款。面具再次发声，让他不要退缩。下一秒，他突然强硬起来，嘲讽同学到毕业都还不清钱，顺便还把老师骂了一顿。反应过来后，他立刻道歉，同意了分期付款的方式。回到家后，母亲又开始骂伊莎，因为无人机是父亲用来工作的，于是收走他的手机和电脑。晚上，弟弟拿着手机过来，原来同学将砸无人机的视频发到网上，叶莎都快气死了，把弟弟赶出房间。面具又开始说话，提出要帮助伊莎。与此同时，同学正在操场玩滑板，不小心摔倒在地。黑暗中突然走出一个人，将滑板直直地砸向同学。面具人摘下帽子，面具竟然和脸开始融合。幸好小黑及时赶到，这才将面具人赶走，救下了同学。伊莎的弟弟正在看书，楼下突然传来声响，走下楼一看，面具人出现在家里，他急忙给姐姐打电话求救，铃声竟然从面具人口袋传来，他吓得拔腿就跑，面具人也追了过来，很快就找到了他。他朝着面具人喊姐姐的名字，面具人终于停下脚步，大喊着滚开，然后用力撕掉面具，竟然是伊莎。恢复正常的伊莎紧紧地抱着弟弟，不断给弟弟道歉。另一边被附身的男人醒来，觉得脑袋无比沉重，拿出手机一看，今天是星期一，顾不上收拾，匆忙赶往学校。一路上不知跌倒了多少次，倒不是他不注意，而是身体不受控制。去卫生间洗脸时，镜子里突然出现男孩的身影，请他帮忙找出某个人。随后他浑身一颤，再次露出诡异的笑容。与此同时，丽莎姐弟两人来到桥上，将面具扔进水里，看着面具沉入湖底，两人这才放心离开。杨老师突然从灌木丛中走出，呆呆地望着水底。不久后，他回到老房子，开始放飞自我。人脸面具已经被他打捞上来，拍立得也被他拿走。心情超好的他去快餐店购买食物，老板娘不是别人，是球场上第一个察觉小黑不对的人。当他说出现住地址后，老板娘惊讶不已，问他有没有遇上奇怪的事。他表示一切正常。老板娘没有多说，去拿微波炉里的食物，转身发现他消失不见。正疑惑时，他突然出现在身旁，可把老板娘吓了一跳。这种行为让老板娘想起一个人，当晚便想跟小黑谈话，刚出口就被黑爸阻止。黑爸让小黑回家，警告老板娘不要再打扰小黑。无奈之下，老板娘只能离开。路上恰好碰见马格，把手中的照片交给他，嘱咐他一定要转交给小黑。看着马格拿来的照片，小黑一眼认出这是裁判。来之前，马格做了研究，照片上的人是被大火烧死的那个男孩。当初小黑去地下室时，同行的卷毛不小心摔倒在地，摆钟也开始摆动。他听着摆钟的声音，只觉得脑袋晕乎乎的，但他并没有放在心上，而是兴奋地参加派对。期间看到心仪的男生，直接上前搭讪，结果两人压根不在一个频道上。看着男生离开的背影，他非常失落，准备提前回家。刚走出房门就被弹回去，耳边再次响起摆钟的声音。他环顾四周，发现自己回到了地下室门口。同伴催促他赶快布置，他疑惑不已，难道自己穿越了？为了验证这个猜想，他跑出大门，结果又听到摆钟的声音。他再次回到了地下室门旁，这次他彻底慌了，不断的往外跑，结果无一例外，每次都回到派对开始前，哪怕是从窗户逃离都不行。他只能百无聊赖地待在派对上，等派对结束。期间再次遇上心仪的男生，他灵机一动，询问男生喜欢哪些运动员。得知答案后，他在网上查询相关信息，然后再次穿越。等遇上男生后，主动和其搭话，两人聊得热火朝天，很快就将男生拿下。男生提出两人出去约会，可就目前情况来看，他根本走不出去。想起那个白种，他将里面的齿轮卡住，竟然顺利走出门外。隔天他在取东西时，突然看到一模一样的自己，下一秒复制体给他脑袋套上带子。当他重见光明时，已经身处一座废弃矿场，复制体一脚将他踹入矿洞中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收看港风港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